朋友们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？生活中那些越是善良的人，往往过得越苦。他们心里委屈，嘴上不说，总觉得我这么好，为什么命运对我这么差？而有些人看起来心狠手辣，反而活得风生水起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其实，善良是最顶级的习气，但如果你不会用智慧去驾驭，那么你得到的就全是反噬。你的善良不仅帮不了别人，还会反噬你自己。你以为你在积德，其实你在激发人性中的恶；你以为你在忍让，其实你在喂养自己的苦。所谓的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绝大多数人的理解都是错误的，认为善良只是帮助别人、忍让别人、宽容别人，从而牺牲自己、委屈自己。认为所谓的善报，就是得到很多车子、票子、房子、地位、名声。其实这都是着相了，因为他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因素，就是我们的心念。同样，一件事情是善报或者恶报，并不是由这件事物本身决定，而是由你的当下的起心动念所决定。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比如你现在是单身，找不到伴侣。对于这一件事，有的人认为，在这个年纪还找不到对象，还打着光棍，多可怜，这是多么没有福报的事情。如果你也认同这个观点，那么你当下的起心动念就是焦虑、孤独、痛苦或煎熬。这件事对你来说就是苦受，就是恶报。但是有的人对单身这个事情的起心动念是快乐的、喜悦的、自由的、享受的，那么他体验到的就是乐受，那么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就是善报，对吧？所以从本质上讲，决定一件事情是善报还是恶报的，不是事情本身，不是在相上，而是在心上。也就是说，你只要起的是善念、正念，那么你当下体验到的就是乐受。而如果你起的是恶念，是负能量的念头，那么你当下体验的就是苦受。所以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句话更加究竟的说法应该是起善念得乐受，起恶念得苦受。同样，我们来看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善良。为什么说善良是最顶级的习气？因为它能与慈悲心相应，它能激发我们的慈悲心。但是善良它不等于慈悲心，越善良的人一般早期过得越苦，特别是那些相信好人有好报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一般人往往都迷在善良的表象上了，认为我这么善良的一个人，总是为他人着想的一个人，怎么过得这么惨？各方面被欺负，被善良反噬。问题其实就出在了心境上。记住，善良只是慈悲心最早的一个苗头，但它并不是慈悲，它只有更加深化下去才是慈悲，而深化下去的根本就是靠智慧。真正的慈悲心是具足智慧的，没有智慧的慈悲那是假慈悲，是反噬。所以才会说，既有霹雳手段，又有菩萨心肠。霹雳手段指的就是智慧，指的是心的境界。你只有心的境界高了，你的智慧才足以摄受这芸芸众生。所谓的行菩萨道，前提是三教九流皆应通晓。没有智慧驾驭的善良是没有力量的善良，甚至会激发人性中的恶。俗话说，斗米恩生米仇。如果你经常帮助别人，有求必应，那别人就觉得理所当然。哪一天你不帮他了，他反而会恨你。看似你在行善，但你没有智慧，其实就是在激发他人的恶。如果再加上你的内心没有定力，因为别人的侮辱、谩骂、怨恨起了恶念，那么你当下就是苦受。
所以怎么会得善报呢？这样不仅害了自己，也帮不了任何人，最后还觉得自己很委屈。你身边一定有很多这样的人，这种人虽然表面看起来善良，不与人争，总是一味的忍让，也在行善事，但是却没有智慧，加上内心也没有定力，就会因为对结果的不满意，生出怨恨心、嫉妒心、报复心。这些恶念升起的当下就是苦受，就是恶报。所以不是好人没好报，而是没有智慧的人没有好报，没有内心境界的人没有好报。所谓的善从来都不是行为上的善，而是心上的善。比如你遇到恶人，光靠你的嘴，光靠你修行的专业术语，人家一刀就能了结你的假修行。所以遇到恶人，止恶就是扬善，你只有更恶，他才不会继续伤害更多人，这才是帮他，让他少造恶业。所以真善需要智慧的加持，哪怕你的手段是恶，那也是真善。同样，如果你内心境界高，那么任何一件事对你来说都是善报，因为你已经不会去分别好坏对错。比如你做了好事，但遇到别人误会你、辱骂你、讽刺你、挖苦你，你不辩解，内心不起恶念，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境界？心已不随境转，时时都是善念，因为你已经证入了无我，哪还有受呢？这叫以无所受而受诸受。这个境界不是天生的，是修出来的。修的是什么？修的是我执的松动。你之所以会被一句话刺痛，是因为你有一个我在，你觉得那个我被冒犯了。你之所以会为一点利益翻脸，是因为你有一个我要捍卫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个我是谁？你仔细找找，你能找到他吗？你找不到的，那只是一个个念头堆积出来的幻觉。当你真正看清这一点，你会发现，别人骂你、夸你、误会你、崇拜你，这些都像风吹过耳畔。当你真正到达这个境界，那么一切皆善报，因为善报恶报不是别人给你的，是你自己定义的。你定义它是恶，它就恶心你；你定义它是善，它就成全你。而这时候的你已经不再做这个定义了。你看所有发生都像看四季更替，知道这一切都是自然的，都是该发生的，都是来教会你点什么的。你说这样的你，怎么可能有恶报？所以所谓的好人好报要上升到这个维度来理解，不是完全看外向的，外面表现是好还是不好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内心是苦受还是乐受。所以我昨天才会说，真正的福报是内在福报，它是由你的心念决定，而这些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心念就代表了你的人生结果。你只有这样才不会被纷纷扰扰的表象所迷惑，你才会明白你的人生结果是好还是不好。不仅仅是只看外境，不仅仅是只看你赚多少钱，看你企业规模有多大，看你开什么车住什么房，最关键是要看你的心境每天都处在什么状态里。如果你赚了很多钱，住了很大的房子，开了很好的车，但你的心境里都是焦虑、怨恨、抱怨、苦恼、忧虑，那么这个事情对你来说就并不是善报，这也不能叫幸福。反过来，如果你日子过得普普通通，没有那么多钱，没有那么多光环，但每天醒来，心里是清净的，是知足的，是柔软的。看到太阳升起来，心里会升起欢喜；看到路边的小猫小狗，心里会升起慈悲。遇到任何事情都不慌不怨不恼，每天体验的全是乐受。你能说这是没有福报吗？不能，
不但有，而且是大福报。所以你看，福报这个东西真的不是从外向上看的，外面表现是好还是不好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内心的感受是苦还是乐，这个才是真的。所以对于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一定要有正确的理解，你才愿意真正的做一个好人。从究竟的角度来看，我们现在因为善良生出的柔软心是与我们的慈悲心相应的。当你在不断行善，不断的强化你的柔软心的时候，就是在触达心性光明，这样你就能轻而易举地回归真心，回到最初的真我。什么是真我？不是你现在这个被身份、角色、标签裹得严严实实的我，不是那个在公司里点头哈腰的你，不是那个在家庭里硬撑着的你，不是那个在朋友圈里精心包装的你，那些都是假我，都是演出来的。我们从出生到现在，大部分时间都在扮演别人眼中的自己。小时候演好孩子，长大了演好丈夫、好妻子，到最后，你自己都不知道真正的自己长什么样了。而你所有的修行，所有的转念，所有的智慧，其实都是在做一件事，就是把那些一层一层裹在你身上的外壳慢慢剥掉，就像洋葱一样，剥到最后，你会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但那个什么都没有恰恰就是你的本来面目。记住，善良不是目的，它是一把钥匙。你借由善良生出的柔软心、慈悲心，都是在触碰你内心深处的光明。你帮助别人的时候，内心是暖的；你原谅别人的时候，内心是松的；你放下执念的时候，内心是空的。那个暖，那个松，那个空，就是真我的气息。你不需要去外面找，它一直都在，只是被你的贪嗔痴慢疑给盖住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说，善良是最顶级的习气，因为它能带你回家。但这条路得靠智慧去照见，靠定力去安住，靠慈悲去扩展。你每起一个善念，就像在黑暗的屋子里点了一盏灯；你每放下一个执念，就像卸下一块压在心头的石头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轻，越来越通透，越来越接近那个本来的你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还会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吗？不会了。你还会纠结善报恶报吗？不会了。因为你已经活在善报里了，不是因为你得到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你不再需要什么。你本身就是圆满的，你还需要向外面索求什么来证明自己吗？不需要了。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。如果有哪一句话像一根针一样扎进了你心里，那是你的真我在提醒你，该回家了。我们下期再见。